女孩被做成美食端上餐桌，胸口上还插着一朵鲜艳的花朵。两个孩子撞见这番场景后，慌忙躲在一辆马车下。这个长相丑陋且恐怖的怪物就是美食的享有者，他把女孩放进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，就像是人类的罐头一样。马车下的孩子捂住嘴巴，才没有害怕的尖叫出来。这是一种名为鬼的生物，以人类的大脑为食。比鬼更可怕的是这个女人，她叫伊莎贝拉，是孤儿院的修女，在这里照顾所有的孩子，被大家称为妈妈。但伊莎贝拉竟然在和鬼做交易。原来这个看似欢快的孤儿院只是一个巨型的养殖场，孤儿就是被圈养在这里的可食用人。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被这些鬼吃掉。一向和蔼可亲的妈妈其实只是饲养员，妈妈和怪物是一伙的。此时的鬼闻到了孩子的气味，他开始四处搜查。幸好两个孩子跑得快，没被发现。其中的女生叫艾玛，男生叫诺曼。得知真相的艾玛放声大哭，她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。诺曼安慰她：大丈夫，みんなで一緒にここから逃げよう。从这天起，他们就开始了逃跑计划。可能，那就是他们的身上一定装有追踪器。多分これ。このしこり？みんなに同じようにある。食用なら耳に埋め込むのが一番理にかなってる。ママはあの時計をわざと見せた。発信機があるから逃げられないって。門に行った誰かに知らせるために。ママからの宣戦布告だ。逃跑存在很大的风险，但艾玛并不想放弃。她偷偷和诺曼在森林里绑好了绳子，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另一个伙伴雷。原本以为雷不会相信，结果他并没有怀疑。在他看来，即便是艾玛在逗自己玩，诺曼也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三人来到圖書館，开始商量着逃跑计划。鬼たちの狙いは俺たちの脳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。より発達した脳の方がうまい。6歳以降スコアの低い順に収穫されて16歳になれば無条件に出荷される。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他们三人，要想成功离开，必须解决身上的追踪器。这时，一个小男孩抱过来一大摞书，书上的一个猫头鹰看起来有些不一样。艾玛仔细一看，发现是摩斯密码，就是说在农场之外还有一个人在帮助他们。EOUBT ダウト。農園、真実、危険。そしてこれが約束。三人组决定利用捉迷藏的游戏来训练孩子们的体力和隐藏技巧，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。与此同时，妈妈也没有坐以待毙，她找来克洛涅修女替自己监视孩子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不过修女并非表面那么简单，她觊觎伊莎贝拉的位置很久了，所以当她察觉到三人组想出逃时，就开始和他们一起玩游戏。修女想找出证据扳倒妈妈，成功上位。不过诺曼却察觉出不对劲，自从修女来了之后，妈妈就再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他觉得除了大人之外，还有人在监视着他们，这个人很可能就在孩子之间。为了揪出内奸，三人组开始调查，最有可能的是年纪较大的东河吉尔达。
诺曼把孤儿院的真相告诉了这两人，并且说出了藏绳子的位置。诺曼告诉东，绳子藏在自己的床下；告诉吉尔达，绳子藏在厕所的天花板里。哪边的绳子不见了，就说明那个人是叛徒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找到了那个人。なくなってた。僕のベッドの下のが。じゃあスパイはドンか。いや。内通者はレイ。君だったんだね。ごめん。君らにも嘘をついた。ドンに教えたのは別の場所だったんだ。どういうこと？罠を仕掛けた相手は3人。ドン、ギルダ、そしてレイ。原来在很久之前，雷就是妈妈的帮手，他暗地里监视着农场的孩子们，以此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。他这么做就是要等时机成熟，找出真相，逃离农场。现在他已经找齐了能够破坏定位器的零件，也掌握了整个农场的运作机制。之后，雷就成了双重间谍，一方面给妈妈提供错误信息，另一方面帮助诺曼、艾玛一起逃跑。但很快就发生了变故，妈妈告诉雷，下次出货的人就是雷，而他们的计划也被修女听见了。修女解开扣子，露出脖子上的数字。ここにチップが埋められてる。一歩でも農園の外に出たら電気が流れて心臓を止められちゃう。一番の農園で一番の子供たちに囲まれて一番のママになる。イザベラを引きずり落として私がここのママになる。あんたたちが逃げればイザベラは罪に問われ排除される。僕たちが逃げることはシスターの利益になる。だから協力しましょう。敵はマム・イザベラ。五人组商量过后，最终决定和修女合作。修女告诉他们，在几千年前，鬼突然出现，蚕食人类，人类开始猎杀鬼。最终双方签订了契约，把彼此的世界分开，人类不再杀鬼，鬼也不再杀人类。之后，人类留下一部分的人被圈养在孤儿院中，一代又一代成为了鬼的食物。残忍的真相没有动摇他们逃跑的心。精明的妈妈早就察觉了修女的野心，她去祖母的面前告黑状。第二天，总部就下达命令把修女调走。修女心有不甘，离开前将一支钢笔放在了诺曼的抽屉里，这支笔里藏着不一样的东西。修女拿着行李箱来到大门口，把农场里的事情告诉了祖母。可祖母很信任妈妈，最后还叫来了鬼。修女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最后还成了鬼的食物。修女离开后，逃跑的计划方便了许多。三人组分头行动，雷拖住妈妈，诺曼和艾玛去探路，可妈妈却把雷关了起来。根据怀表上的定位，很快就找到了诺曼和艾玛。为了防止他们逃跑，妈妈折断了艾玛的腿。听到惨叫声，诺曼停下脚步，还没等到回过神来，妈妈又宣布了一个可怕的消息：あなたの出荷が決まったわ。这么一来，艾玛更加绝望，她和雷商量着让诺曼逃跑，然后等自己腿好了后再带其他人离开。可等诺曼爬上高墙后，才发现逃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塀の向こうは崖だ。飛び降りられる高さじゃない。最后，诺曼冷静地回到了孤儿院中，虽然没有办法跳下高墙，但在总部附近有一座桥连着对面，或许可以通过桥逃跑。最终，诺曼还是要被出货。懂事的诺曼也才15岁，可他却从容地走向了死亡。失去诺曼后，艾玛变得消沉，雷也不再想着逃跑，整个农场都充满了绝望的味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妈妈也渐渐放松了警惕。她找到艾玛，希望她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，毕竟这是在农场中活下去的唯一办法。2个月后，就是雷被领养的日子。在他被送走的前一晚，艾玛找到了他，两人相视一笑。原来他们没有放弃逃跑，颓废的模样只是演给妈妈看的。至于其他人也没闲着，吉尔达和东带着孩子们天天训练。雷想到了一个绝妙的逃跑计划。これが一番だと思う。今夜ハウスに火をつける。ママが消火している隙に逃げ出す。本部には脱走じゃなく火事で避難したと思わせる。そうすりゃ警備も手薄になって橋から逃げられる。だから俺がママの手を塞ぐ。
最高だろ。出荷が決まっている最上級品が燃える。ママは絶対に放っておけない。食えると思うな。食わせられると思うな。食用商品、知ったことか。俺は人間だ。さあ見ろ。レイ、絶対に生き残るよ、エマ。バイバイ。妈妈听到尖叫声，立马赶来。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。妈妈拿出怀表，上面显示雷就在火海里。她立刻找来灭火器，可火势太大，根本不起作用。转过头来，发现艾玛也不见了。这时她突然想到，刚刚的孩子们都穿着皮鞋，她瞬间明白自己中了圈套，于是立刻去追人。此时艾玛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中，雷也在其中。原来在雷点火的一瞬间，艾玛阻止了他，把他耳朵里的定位器取下来放在肉里，摆出人形的样子。而这都是诺曼的计划。这次逃跑并没有全员出动，4岁以下的孩子被留在孤儿院，等长大一些再回来接他们。很快，众人就爬上了高墙，不过他们没有选择过桥，而是侦查到了越过悬崖的最佳位置。对面山崖有一段凸起，离墙很近，利用绳子滑过去完全有可能。东拿出晾衣架，第一个滑了过去。这些几岁的孩子们竟然都没有害怕。せーの。どれだけ訓練したんだ。レイ、ノーマンが言ってたいいものなんじゃない？これ。在艾玛的组织下，所有人都成功到达了对面。轮到艾玛的时候，妈妈赶了过来。原来她在年轻的时候也来过这里，在她青春的时候爱上了一个男孩，可在16岁的时候她被杀了。得知真相的妈妈想要逃出农场，可看到悬崖后，她才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在墙外存活。那种绝望让她彻底死心，从此之后就把目标改成当上妈妈。后来又按照总部的要求怀上了孩子。怀孕期间，她把心爱之人写的歌唱给孩子听，可不幸的是，孩子最终夭折了。从那之后，她就下定决心要照顾好自己农场里的小孩。伊莎贝拉说出这些话，就是想让艾玛回心转意。可艾玛并没有被说服，自己一个人或许无法改变世界，但她拥有10几个家人，一定能在外面活下去。妈妈看着艾玛态度如此坚定，便开始威胁她，如果非要过去，就立刻剪断绳子。可即便如此，艾玛还是选择和家人们待在一起。她打赌妈妈一定不会剪断绳子，说完便滑了过去。果然，妈妈没有下狠手。其实她并不是在培养什么高级食品，而是想找出那个可以逃离农场的人。最后，妈妈发自内心的笑了。願わくばその先に光がありますように。其实妈妈并没有说实话，她当时怀的孩子没有夭折，而是活了下来。那个孩子就是雷。一般人会遗忘胎儿时期的记忆，可雷是个例外，他清楚地记得怀孕期间妈妈唱的歌，而这首歌正是妈妈唱给自己孩子的那一首。此时的艾玛带着逃出来的孩子们穿梭在树林中，之前修女留下来的钢笔里出现了一个全息投影，上面画着一只猫头鹰。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但之后总会派上用场。而妈妈因为逃跑事件被革职，最后也等来了那只鬼。经过一夜奔跑，孩子们终于迎来了黎明。他们第一次在孤儿院外看到了日出。艾玛爬到树上，孩子们问他看见了什么，艾玛说他看到了希望。以上就是漫改电影《约定的梦幻岛》的故事。同名原作《约定的梦幻岛》的第1季被大家称之为神作，被大家夸到了天上，但第2部的剧情却是跌落神坛，剧情和人设崩得一塌糊涂。电影只拍了第1季的剧情，所以总体的观感还是不错的，剧情也没有魔改，场景设计、配乐都很不错。缺点可能是演员的年纪有点大，角色的扮相过于中二了，演技有点出戏，让人想笑，但这也是漫改电影共同缺点，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看看原作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。